艾斯梅兰达是一位拥有30万粉丝的网红。She was very, very active on Instagram. There's a lot of pictures of her in designer clothes, designer shoes, the Rolex watch, the jewelry. 表面上她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却正在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Esmeralda was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由于患有精神疾病，艾斯梅兰达的行为时常失控。一天的夜里，她穿着内衣走上了街头，之后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案发后，警方通过监控录像很快确定了她的活动轨迹，但却始终无法查明她到底去了哪里。直到1个多月后，一通匿名举报电话带来了突破性的线索。原来24岁的艾斯梅兰达已经不幸遇害，被人用水泥封在了木箱里。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该市位于内华达州南部，坐落在哈韦莫沙漠之中，常住人口约为64万，是克拉克县的一个城市，也是内华达州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主人公艾斯梅兰达出生于1995年5月26日，他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从小生活在拉斯维加斯，是家中的第2个孩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据他的哥哥胡安描述，艾斯梅兰达头脑非常灵活，擅长把握各种机会，年纪轻轻就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他毕业于内华达大学，拥有文学和传播学双学士学位。同时，艾斯梅兰达还是一位坐拥30万粉丝的网红和时薪数百美元的职业模特。此外，他还涉足房地产投资，在拉斯维加斯拥有多处房产。总的来说，在哥哥胡安的心目中，年仅24岁的艾斯梅兰达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出色。唯一的遗憾是，他在23岁左右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平时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控制病情。When Esmeralda was on her medications, she lived a normal life, and she was no different than the child I grew up knowing. If Esmeralda stopped taking her medications, she may experience challenges with her perception of reality. 双向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是2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同时患有这2种疾病的患者通常会在发病期间经历剧烈的情绪波动，还会出现幻觉、妄想以及思维和认知障碍，更有甚者可能会产生自我了结的倾向。正因如此，作为哥哥的胡安时常牵挂艾斯梅兰达，尤其是在他与相恋5年的男友马修分手后，新男友路易斯缺乏耐心，难以提供妥善的照顾，所以胡安几乎每周都会抽出时间看望艾斯梅兰达，提醒她按时吃药，以防病情恶化。然而，尽管胡安如此细心照料，悲剧依然未能避免。在与家人庆祝完24岁生日后的第5天，艾斯梅兰达就毫无征兆地失踪了。2019年5月31日下午5点30分，胡安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艾斯梅兰达的住所，结果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住所的房门虚掩着，房间内到处都是散落的物品。艾斯梅兰达的手提袋和钱包都在家里，但是人却不见了。回想起2天前，艾斯梅兰达的男友路易斯曾提到，艾斯梅兰达最近精神状况不好，为了防止她四处乱跑，路易斯没收了她的手机和汽车钥匙。胡安瞬间感觉大事不妙，他非常担心艾斯梅兰达精神病发作，于是赶忙联系了家人和朋友，确认没有人知道艾斯梅兰达的下落后，胡安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赶到艾斯梅兰达的住所。虽然现场的情况有些复杂，但好在住所内安装了监控设备。通过查看监控录像，警方确定艾斯梅兰达没有在家遇到危险，但是她的精神状况明显不太正常。大约从2天前开始，艾斯梅兰达经常对着可视门铃自言自语。I'm really freaked out because I can feel my teeth, like, they're all loose. 还会在客厅里大喊大叫。
鉴于艾斯梅兰达的精神状况存在问题，而且她在离家时既没有开车，也没有携带手机和现金，警方认为她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于是首先在周边区域展开了调查。很快，他们就获得了第一条线索。这段监控录像拍摄于5月31日凌晨2点30分，地点就在艾斯梅兰达的住所附近。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此时艾斯梅兰达正在大街上闲逛。她首先在邻居家附近观察了一会儿，接着便径直走向了邻居的家门口。从她掏钥匙准备开门的动作来看，艾斯梅兰达应该是把邻居家当成了自己家。由于艾斯梅兰达只穿了内衣，衣着相当暴露，邻居误以为她可能是应招女郎或者是敲诈分子，所以没有过多询问，直接将她驱离了住所。Oh, I do? Yeah. Okay, thank you. 离开邻居家后，艾斯梅兰达又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大街上，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消失在了画面中。通过这段监控录像，警方得出了2个关键信息。首先，艾斯梅兰达并非不想回家，她只是精神状况出现问题，忘记了家在哪里。其次，通过监控记录的时间推算，艾斯梅兰达已经失踪超过15个小时，迟迟没有回家，很可能是遇到了危险。毕竟她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不可能一直在大街上游荡。按照正常的调查思路，接下来警方应该在周边区域加大排查力度，但不知为何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艾斯梅兰达的男友、前男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相反，艾斯梅兰达的家人则采取了动员群众力量寻找艾斯梅兰达，并最终为警方带来了重要线索。2019年7月，案发1个多月后，警方接到了当地某家车行的举报电话。根据车行的工作人员所说，艾斯梅兰达曾在5月30号下午来过车行购买汽车钥匙，当时她的精神状况明显不太正常，而且身边还跟着一名陌生男子。2人大约在车行停留了半个小时，之后便结伴离开了。根据车行监控拍下的画面，警方很快确定了男子的身份，他就是艾斯梅兰达的邻居布兰特。实际上，布兰特早就知道了艾斯梅兰达失踪，甚至事后还接受过媒体采访，但是在警方找上门之前，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相关情况。虽然布兰特的做法非常可疑，似乎想要隐瞒某些事情，但警方并未找到有关证据，最终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的调查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大多数线索主要依赖胡安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维持案件的关注度。正是因为胡安的不懈努力，警方终于获得了破案线索。案发2个月后，警方接到一位匿名人士举报，称本地居民克里斯伙同室友桑德拉杀害了一名年轻女性，并将尸体丢弃在了沙漠里。起初，警方并未将这条线索与本案联想到一起，因为举报人没有提供受害者的名字，也没有说明具体的事发时间。直到经过调查后，他们发现克里斯就住在距离艾斯梅兰达家不远的地方，并且在事发后缺席了1周的工作，这才产生了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接到这条线索后不久，又有一位匿名人士举报了克里斯和桑德拉。这位举报人不仅直接告诉警方受害者就是失踪的艾斯梅兰达，还提到克里斯和桑德拉使用注射清洁剂杀害了艾斯梅兰达。事后他们用水泥将尸体封进了一个自制的木箱，然后通过优号租赁的卡车将尸体丢在了沙漠里。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很快得到证实，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获得了克里斯的租车合同、购买水泥和木材的监控录像，以及他前往沙漠地区的手机位置记录。不过，仅凭这些证据并不足以逮捕克里斯，也很难将桑德拉与本案关联，所以警方必须先找到艾斯梅兰达的尸体，才能将2人定罪。然而，想要找到尸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抛尸地点位于广袤的沙漠，仅凭克里斯模糊的手机位置显然不可能找到。于是，警方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个人感觉这个办法有些本末倒置，而且也比较繁琐。
但是因为牵扯到了后面的事情，不得不说，所以还请大家担待一下。首先，警方当时并未直接审问克里斯和桑德拉，而是将审问工作当做了最后的手段，因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很难让他们主动认罪。其次，警方了解到克里斯有一位名叫丽莎的女朋友，而丽莎又在案发后因为持有违禁品被关进了拘留所，所以警方认为丽莎应该了解案件情况。因为克里斯并不是一个严谨的人，不然举报人也不可能知道如此详细的细节。按照常理推测，克里斯既然愿意向外人透露案件情况，那么他大概也会告诉自己的女朋友，所以警方最初将丽莎当作了突破重点，试图通过她来确定尸体的下落。然而，尽管警方的判断没有问题，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克里斯和丽莎的亲密关系。最终，丽莎不仅没有配合警方，反而通过拘留所的电话通知了克里斯，甚至还提出了让他逃跑的建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最初警方并不知道。Listen, I got a visit today. From who? Who do you think? I think you should go. Who did you get a visit from? You go, baby, go.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由于没能通过丽莎获得相关线索，警方只能采取最后的手段，也就是直接面对凶手。其中最先接受询问的是桑德拉，当时他已经离开拉斯维加斯，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朋友家。警方之所以舍近求远，首先询问桑德拉，主要是考虑到他的罪行相对较轻，可能比较容易认罪，但结果并非警方所预料的那样。We have someone who said you were in the garage, and while they were there too. I'm telling you right now, I did not see nothing out of the ordinary, and I don't care what anybody says. They can say what they want. I don't know about no damn U-Haul truck, and I don't care to know. I wasn't in the garage, so I'm sorry. And if they want to say that, then they go ahead. 桑德拉对警方的询问显得相当排斥，他气急败坏地否认了举报人的说法，并很快结束了问话。所以警方没有办法，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要面对克里斯。然而此时克里斯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在接受问话时回答的滴水不漏，住所内也打扫得一尘不染。警方既没有通过问话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没有在他的住所内找到任何有用的证据。虽然警方的调查策略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好在他们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简单来说，警方向桑德拉提出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不仅承诺可以从轻处罚，甚至提出了放宽逮捕时间，也就是警方不会立即逮捕桑德拉，即便他认罪后仍然可以在外自由活动。正因如此，桑德拉最终承认了罪行。2019年10月8日，案发近2个月后，警方根据桑德拉提供的位置，在某处沙漠地区找到了一个被水泥封死的巨大箱子，箱子里装的自然是艾斯梅兰达的尸体，但由于尸体已经严重腐败，法医在尸检后并未确定确切的死因。不过从箱子里发现的绳子来看，艾斯梅兰达很可能是死于窒息。至此，警方终于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克里斯已经不见踪影。也就是这时，警方才发现了丽莎在拘留所偷偷通风报信的事情。Go, baby, go.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通过持续监听两人的通话，警方了解到克里斯已经逃到了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并且近期有回国的打算。原因是正在拘留所的丽莎即将释放，克里斯想要接上丽莎一起去伯利兹生活。I need to know when you're getting out. Call my lawyer. If everything's cool, I'm going to come back and come get you. 不得不说，虽然克里斯和丽莎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们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一个身陷囹圄，仍在为了对方着想；一个正在逃亡，还在牵挂着对方。也正因如此，本案才有了破案的机会。2019年10月11日，警方成功将刚刚回国的克里斯缉拿归案。接下来就到了揭晓案件经过的时刻。坦率地说，关于这段内容，警方公开的资料很少，而且他们的一些做法也让人感到非常疑惑。首先，克里斯自始至终从未承认罪行，也没有交代犯罪经过，但警方仍然与他签署了认罪协议，而且是他们原本不需要协议就能定罪的情况下。
其次，实际上本案还有一位知情者，也可以说是间接导致艾斯梅兰达遇害的人，但是警方却从未公开他的资料，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总之，这起案件有许多无法查证的细节，这一点我必须要提前说明。好，咱们回归正题，首先听一段在克里斯手机中发现的录音，了解一下克里斯是如何遇到的艾斯梅兰达。I pull up and she's sitting outside. I'm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And she's like, can I get in the car? I'm like, yes. Yes. Right now, get in the car. Where are you walking from? She's up. 根据录音内容，艾斯梅兰达是在大街上闲逛时被克里斯的朋友带到了克里斯的住所。按照克里斯的室友桑德拉所说，最初克里斯和朋友以为艾斯梅兰达是一名性工作者，于是便与他发生了关系。在此期间，克里斯为了追求刺激，强迫艾斯梅兰达吸食了违禁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桑德拉声称并不知情，也没有提到克里斯的朋友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住所。但可以确定的是，艾斯梅兰达在吸食了违禁品后，行为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大喊着我要离开，我要报警等等之类的话。I come out and he's upset. He's pacing. He's like, she won't shut up. She won't shut up. And she's like talking all kinds of shit. Like, he said that she won't stop talking. She won't stop talking. She won't stop. And he's like, she knows too much. I'm lik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She knows too much. He just said that she knows too much and she can't leave. And I'm like, huh? I'm like, what does she know? And he did have to come to the stripper pole. 由于克里斯担心艾斯梅兰达报警，于是便将她铐在了卧室的钢管上。在此期间，桑德拉尝试过劝说克里斯放掉艾斯梅兰达，但最终未能成功。艾斯梅兰达在被束缚后，仍在大喊大叫，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克里斯在被他踹了几脚后，愤怒地跑到楼下，拿来了一根绳子、一个大号的注射器和一瓶用于清洁泳池的清洁剂。随后在桑德拉的配合下，克里斯使用这些工具杀害了艾斯梅兰达。It happened so fast that I don't know. I think he just like did or I don't know. It just I don't know if it was an arm or a leg. I don't know. He just shot it in her. 虽然桑德拉讲述的事发经过比较模糊，既没有说明克里斯所说的艾斯梅兰达知道了很多事情到底是哪些事情，也没有解释他为何参与犯罪，但据我了解，克里斯早年曾有过贩卖违禁品的犯罪前科，所以他很可能是担心自己的不法行为遭到举报，选择了杀人灭口。至于桑德拉为何参与犯罪，具体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基本可以排除他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因为两人从作案到处理尸体总共花费了8天时间，桑德拉有足够的机会逃跑或者报警，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所以桑德拉和克里斯很可能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要么是情人，要么是共同经营贩卖违禁品的生意伙伴，总之他们不太可能是普通的室友。2023年5月23日，案发4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丽莎因协助克里斯逃跑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罪，获刑5年监禁。从犯桑德拉被判处20年监禁，且8年后有资格获得假释。主犯克里斯被判处2级谋杀罪和1级绑架罪，获刑10到25年监禁，也就是最低需要服刑10年，最高不超过25年，并且有资格获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